国庆和男友回家，男友林立向来温柔体贴，我几乎要决定托付终生。可谁知，回家的路上，他性情大变。臭娘们，到我家的地盘还指望我做低附小，早就特么想收拾你了。老老实实在家给我生3个大胖小子，好好学学规矩。生不出来，老子打死你，找个新的。我瞠目结舌，好像从来没有认识过这个人。司机嘿嘿笑着，让男友把我借给他玩2次。本来还在筹划脱身之计，谁知车越开我越熟悉，这不是回我家的路吗？他好像不知道，村里的沈家给村子修路建厂，就连村长都要敬我爷爷10分。而我姓沈，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呀。此刻的你，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正窝在沙发里放松，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，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？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，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。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，没有复杂的理论，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，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听见没？我特么跟你说话呢，见我久久不应。男友林立不耐烦地推搡我一把，我有些不高兴，朝他翻了个白眼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还生3个，我又不是母猪。再说，生儿生女是我说了算的吗？你之前不是说男孩女孩你都喜？话音未落，狭小的面包车里，司机的尖笑声回荡。林立，你这手段不行啊，看你媳妇这脾气大的，给咱们村老爷们丢人喽。林立瞬间暴怒，抬手对着我就是一巴掌。这一巴掌给我打懵了。往常的男友温柔体贴，以至于我都没分清他话语的真假。但现在，这巴掌让我看清了。林立嘴里还在不干不净地骂着，女人跟母猪有什么区别？都他妈是生崽用的。司机猥琐至极的嘿嘿一笑，林立，这你就说错了，还有别的用处。你忘了之前咱们去隔壁村，老李家媳妇那滋味。啧，男友大概是想到了什么，也配合地笑了起来。我瞪大双眼，隔壁桃花村，臭名昭著，人口拐卖，逼良为娼，那里的女人几乎是全村的共妻。我爷爷很讨厌那边的作风，给家附近修路的时候，特意没有带上桃花村。我咽了口水，心里反倒莫那么害怕了。不管男友去啊，总归绕不开周围几个村子。我想办法传信出去，爷爷肯定会带人来救我的。而很快，司机的淫笑声打乱了我的思绪。话说回来，林立，你这个媳妇脾气是比之前那个欠调教，但长相身材可真不错。要不，让我也玩玩。我一怔，下意识浑身冰凉。他这话里的资讯量太大了。除了我，之前甚至还有。林立不止一次这样干，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过分很多。即便知道要回家附近，我还是难以抑制的恐慌。如果我来不及求救，等待我的会是什么？紧接着，林立开口，不行。我松了一口气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虽然我和他没有发生过什么实质性关系，但他总不能一口答应吧。可他又笑起来，这臭娘们我还没碰过呢。等我玩够了，给你便宜点。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向我，那眼神黏腻猥琐，让人打从心底里发寒。更让我心冷的是林立的所作所为，我必须自救。这样想着，我猛地拉开车门。面包车很破，需要手动锁车。我上车的时候看司机不太对劲，留了个心眼。呼，随着我开车门的动作，撕裂般的山风瞬间吹了进来。司机下意识踩刹车，臭娘们，你要干什么？林立也伸手拦我，可我直接跳了下去。
高速行驶中急刹，我人一下被甩飞，膝盖和手臂瞬间传来火辣辣的刺痛，甚至在地上发出皮肉摩擦沙砾的声音，好痛！可我根本不敢停歇，也不敢回头，撒腿就跑。男友登时暴怒，跟着跳下车。沈一，你个臭婊子，给我滚回来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他的声音如同催命符，我拼命狂奔，可没跑几步，我就感觉四肢发软，脱力。我大感不妙，强烈的恐慌瞬间席卷了我。刚上车的时候，我对男友是没有防备的，接过了他打开的水，早知道他是个这样的畜生，我说什么也不会喝。可现在意识到这点，已经晚了。我再次跌倒在地，凹凸不平的沙砾深深扎进伤口。林丽直接追上来，狞笑着拉扯住我的头发，臭婊子，跑啊，继续跑啊！一边说着，林丽直接朝我的腹部踹了一脚，咚！一瞬间，剧痛和恶心感一起涌上来，我哇一声，把今天的早餐全吐出来了。林丽满脸嫌弃地看着我，真他妈恶心！赵哥，把绳子给我。司机嬉皮笑脸地把绳子递了过来，朝着林丽揶揄道：行啊，脾气越强，玩起来越有味道。林丽也笑了，一边捆着无力挣扎的我，一边得意道：听见没有？以后他妈的老实点，少吃点苦头。我低着头，没有回答，心里恨意翻涌。车还在继续开，林丽有一搭没一搭的和司机聊天，话题从我身上渐渐转到了别人家媳妇身上，满口污言秽语。我的眉头始终紧缩。然而很快，车开进了一条林崖小路。按理来说，因为男友的态度，我应该惊恐不安。此处前不驻村后不着店，山林和山林极为相似，逃跑非常困难。但这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，就是从这条林崖小路分出了我家所在的村子和其他村子。甚至这条路当初修的时候，是爷爷背上背着我落下的第一铲。虽然因为爷爷觉得村子里风气不好，很小的时候就把我送出去读书了，就连过年都是从村子里出来去找我过的年。可因为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，所以我的印象非常深。我没有想到，记忆里充满温情的道路，居然成了男友要将我载向地狱的道路。一滴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。林丽注意到我，不耐烦地抬手就是一巴掌。哭什么哭？福气都他妈让你哭没了，让老子做低附小3年，这就受不了了，还他妈有脸哭？我忍不住哽咽，反驳道：你表面对我好，心里什么打算？你有脸说吗？这3年，他确实无微不至，可一想到这无微不至背后藏着什么打算，我心里就一阵犯恶心。林丽脸色一变，前面的司机发出怪笑声，无疑是给林笑的不快甜柴。下一秒，拳头像是暴雨一样落在我身上。去你妈的！那是老子以为你是什么有钱人家大小姐呢，本来还以为能过上好日子，谁知道你前2天和我说你全家都是农村人。剧痛中，我惨笑，原来我的不设防，居然成了亲手递给他的刀。一路颠簸，我终于下了车，万万没想到，下车的位置居然就正对我家300米不到。我狂喜，几乎当时就想奔去，可刚莫挪动2步，身上存在感极降的绳子就提醒我，哪怕仅仅300米，对我来说也遥不可及。林丽走过来，嘿嘿笑着搂住我，咋了？这么迫不及待？走，回家了。我下意识开口道，我家就在那。林丽，我劝你赶紧放开我，现在还有转圜的余地。林丽顺着我的目光看了过去，面露一丝犹疑，但很快
司机就走过来，去他妈的！林丽，这你也信？咱俩家搬进村子10年了，什么时候见过沈家有孙女？他就是看沈家房子好，随口乱说的。林丽瞬间释然，嘿嘿笑道，我也差点被他糊弄了。他也姓沈。说完，林丽粗暴地踹了我一脚，别耍花招，老实点，不然第一晚就让你在猪圈里住。我沉默，没有反抗，难怪我没有认出他。我离开村子已经将近20年了，而现在我已经看到了求生的希望，但男友家的情况还是比我想象中的要恶劣很多。一靠近院门，一股畜生粪便的臭味扑面而来。走进去之后，入目便是猪圈，里面有2头瘦骨嶙峋的猪，还有一个被铁链拴住的女人，形容枯槁，头发稀疏，张开嘴似乎想要说话，但满嘴都是黑洞洞的，没有牙齿，也没有舌头。我狠狠打了个冷战，别看离家不远，但凭着他家人的狠辣程度，说不定这也是我的结局。而此刻，林丽得意地向我炫耀，看见没有，不听话就是这个下场。上次他想跟沈家求救，我妈直接给他舌头绞了。他口吻飘飘然，没有半分虐待他人的后悔或者自责，甚至还悠悠在我耳边道，牙是老子一颗一颗掰掉的，你别说，还挺好玩的。我说不出话。相恋3年，我居然爱上一个恶魔。而紧接着，一个干瘦刻薄的老太太闻声从屋里出来，那双3角眼上下扫了我一遍，满是挑剔和嫌弃。就是她，看着屁股不大，不像能生儿子的料。林丽嘿嘿一笑，把我往前一推，妈，城里姑娘娇气，得多收拾收拾才能听话。老太太哼了一声，从墙角抄起一根拇指粗的金条，二话不说就朝我身上抽来。到了这儿，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卧着，先学学规矩，这是老娘给你的见面礼。臭婊子，听说这3年你没少折腾我儿子。金条带着风声抽在手臂上，瞬间就是一道火辣辣的红痕。一边抽，老太太一边骂道，还敢让他做饭给你吃。我疼得倒吸一口冷气，踉跄着躲闪。敢躲！林丽怒了，从后面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把我固定住。老太太的金条更是没头没脑地落下来，胳膊、后背、大腿，无处不疼。妈，轻点，打坏了晚上咋洞房？林丽嘴上说着，手上却毫不放松。老太太啐了一口，打不坏的贱骨头，就得让她知道厉害。我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吭，眼泪却控制不住地往外涌，不是求饶，是恨。每一道痛楚都在我心里刻下更深的恨意。我必须回家，只要让我见到爷爷。正闹得不可开交，院门外传来一个略显威严的声音，林丽他娘，听说你家小子带媳妇回来了。是村长。我心里瞬间燃起巨大的希望，村长认识我爷爷，他一定认得我。老太太立刻扔了金条，脸上堆起谄媚的笑迎上去，哎呦，村长您怎么来了？快屋里坐。村长背着手走进来，目光扫过狼狈的我，嘶了一声。林丽也赶紧松开我，陪着笑，村长叔。我抓住机会，猛地抬头，声音因急切和疼痛而颤抖，村长，是我是沈家。啪！话没说完，林丽反应极快，反手又是一个重重的耳光抽在我脸上。贱人，这里轮得到你说话？他恶狠狠地瞪着我，眼神里满是警告。老太太赶紧打圆场，村长您别见怪，这城里来的丫头没规矩。正叫呢。村长皱了皱眉，似乎在观察我。我满是希冀地看了过去。我对老村长印象很深，
记忆里，他很和善，总是笑眯眯的，还会给我糖吃。可眼下，他打量着我，嗤笑一声：“沈家，这丫头片子倒会攀高枝。沈老爷子家什么门第，能出你这样的？”我的心瞬间沉到谷底，急急道：“真的，我爷爷是沈国栋，我叫沈音。我小时候……”闭嘴！村长不耐烦地打断我，语气带着嘲讽：“沈老爷子家确实有个孙女，金尊玉贵养在外头，能是你这副德行？林家小子，你也是。”跟他说沈家的是干石磨。林丽的脸色有些奇怪，我没跟他说过。村长嗤笑：“那就是不知道在哪听了一耳朵了，穿得破破烂烂，被人捆着回来，想骗谁呢？”他转向林丽娘，看紧了，这种不安分的，就得狠狠收拾，别让他跑出去胡说八道。要是让沈家知道咱们村背地里干的营生……村长一脸警告地看着林丽娘，整个村子都靠沈家吃饭呢。沈家要是生气了，把咱们都撵出工厂怎么办？城里的工资都没有沈家高。林丽娘连连点头：“是是是，村长您放心，肯定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。”村长又瞥了我一眼，眼神轻蔑得像看地上的泥巴，老实待着，以后跟着林家过正经日子。林丽嘿嘿陪笑：“是，村长，放心，这丫头片子我调教好了，第一个给您送过去。”村长和他一起笑起来，那恶魔一般的、充满贪婪和猥琐的笑声，和司机如出一辙。我如坠冰窟，四肢冰凉，不敢置信，曾经和善的长辈背地里，居然是这样的一副嘴脸。很快，他背着手，悠哉悠哉地走了。院门重新关上，我陷入绝望。林丽娘和林丽纷纷看向我，那目光如同地狱恶鬼。村长走了，院门一关，我彻底落了单。林丽娘三角眼一瞪：“先关地窖，饿上3天，看他还老不老实。”林丽二话不说，把我身上绳子又勒紧几分，疼得我抽泣。她拖着我到院子角落，掀开一块破木板，露出个黑乎乎的洞，一股霉烂潮气扑面而来。她把我猛地推下去，我重重摔在泥地上，骨头差点散了架。头顶木板哐当合上，最后一点光也没了，彻底的黑。伸手不见五指，绳子勒进肉里，手脚很快就麻了，没过血似的又肿又胀，动一下都钻心的疼，又渴又饿，嗓子冒烟，肚子咕咕叫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也许1天，也许2天，黑暗里只有我自己粗重的呼吸，还有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有东西爬过我的脚背，毛茸茸的，很小，很快，是耗子。我吓得浑身僵直，拼命往后缩，可又能缩到哪里去？冷汗瞬间湿透后背，恐惧无边无际，比饿和渴更折磨人。绝望像这地窖的泥，要把我埋了。我的精神甚至开始恍惚，是不是这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？可一觉醒来，睁开眼，我还在地窖里，无边的黑暗和绝望笼罩我，没有求救的机会。我也不知道这是第几天，我几乎怀疑沈家在这样的村子里，我的家人真的干净吗？他们会不知道村子私底下的勾当吗？就连村长都参与了，不只是精神，每一次移动都牵扯着满身的伤，钻心的疼，泪水混着汗水、泥土，呼了满脸，屈辱、恐惧、恨意，几乎要将我撕裂。他们根本不把我当人。就在这时，林神子，今天厂里盘点，全队就你没到，怎么回事？清朗又带着不耐的男声如同天籁，穿透柴房薄薄的门板。这声音，我猛地睁大眼睛，
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是哥哥！沈泽！狂喜和绝望同时爆发。下一秒，地窖被拉开，机会来了。林丽那如同恶鬼的脸出现在我头顶，她下地窖，一把捂住我的嘴，眼神凶狠地警告我，不许出声。林丽把我死死按在稻草堆里，肮脏的霉味冲进鼻腔，她压低的声音像毒蛇，赶出一点声。我立刻弄死你！听见没？外面，哥哥和老太婆的对话隐约传来。机会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哥哥要是走了，我就完了，我会被彻底毁掉。恐惧求生欲爆发出的力量巨大，我猛地挣脱林丽的钳制，用尽全身力气扑向门板，声音是我自己都讶然的凄厉，撕心裂肺。救命！救命啊！哥！沈泽！救我！外面瞬间安静了，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。紧接着，是林丽妈惊慌失措的尖叫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沈队长，你别听，是猫，野猫钻地窖里了。我哥的声音骤然变冷，也高了起来。猫？你家的猫会叫救命？会叫我名字？让开，不能进啊，沈队长。真没石磨。林丽妈的声音带上了哭腔，试图阻拦。砰！一声巨响，院门似乎被猛地踹开，沉重的脚步声快速逼近。滚开！我哥的声音前所未有的愤怒。哐当！地窖的木板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彻底掀开，刺眼的阳光猛地照射进来，晃得我睁不开眼。我泪流满面地仰着头，看到逆光中，一个高大熟悉的身影站在地窖口，正震惊地难以置信地看着地窖里狼狈不堪满身伤痕的我。虽然光线刺眼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但我知道他看见了，看见了我被反绑的双手，看见了我满身的污秽和伤痕，看见了我绝望的眼泪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，我哥的声音几乎从牙缝里挤出，暴怒、痛心、不可置信。茵茵！身旁的林丽一下子惊倒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你们真认识？我哥一下跳进地窖里。茵茵，你怎么会在这？你不是说国庆日和男朋友一起回家吗？哥！我眼泪瞬间决堤，嗓子哑得厉害。就是他，林丽，他骗我，打我。我哥脸色瞬间铁青，猛地扭头要去找人算账。可就在这时，我透过地窖口的光，看见林丽那张扭曲的脸出现在我哥身后，他手里高高举着一根粗木棍。哥！后面，我嘶声尖叫。太晚了！砰！一声闷响，木棍狠狠砸在我哥后脑上，他身体一僵，眼睛难以置信地瞪大，然后直挺挺地倒了下来，重重压在我身上，一动不动。血，温热的血，瞬间浸透了我的衣服。哥！哥！我疯了似的喊他，可他毫无反应。林丽跳下地窖，眼神疯狂又恐惧，喘着粗气。妈的！妈的！完了！林丽娘探头下来，一看这情景，吓得尖叫一声：儿啊，你怎么把沈队长给这要偿命的啊？闭嘴！林丽猛地抬头，表情狰狞，不打死他，我们都得完蛋。谁知道这臭娘们真是沈家的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老太婆彻底慌了。怎么办？一不做二不休。林丽眼里闪过一抹阴雾和毒辣，把他们俩都弄死埋了。神不知鬼不觉。杀人！我不敢啊！林丽娘吓得直哆嗦。林丽瞬间暴怒，甚至抬手抽了她亲妈一耳光。不敢？那你就等着被枪毙吧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。现在说不敢。老太婆被打懵了，捂着脸哭嚎。两人在地窖口吵了起来，一个比一个害怕，
一个比一个狠毒，却又谁都不敢真的下来动手。最后，林丽喘着粗气，看着地窖里的我们，恶狠狠道：“那就饿死他们，把地窖封死，谁也别想找到，饿死了活该。”最后的希望也灭了，他们重新封死了地窖，比之前更严实。黑暗，彻底的黑暗。哥哥的血浸湿着我，他的身体越来越冷。我喊他，推他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外面隐约传来很多人的声音，好像在喊什么，好像在找沈经理。是村里人发现哥哥不见了吗？我燃起一丝希望，想用头撞地窖壁弄出动静。可我刚一动，头顶就传来林丽恶狠狠的跺脚和警告：“臭娘们，再弄出声音，我现在就下去捅死你哥！”我不敢动了，哥哥还有气息，我不能激怒他们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又渴又饿又怕，哥哥的血腥味弥漫在狭小的空间里，我意识开始模糊。就在我快要昏过去的时候，一个苍老熟悉的声音穿透地窖木板传了下来：“林丽家的，看见我家沈泽没有？”是爷爷，是爷爷的声音。我猛地睁大眼睛，心脏狂跳，想喊，嗓子却像被堵住，只能发出呵呵的气音。我拼命用脚蹬地，可这点声音连我听来都十分微弱。莫看见啊，沈老爷子，是林丽娘发颤的声音。上面沉默了一下，我屏住呼吸，期待着。可是脚步声竟然渐渐远去了。爷爷走了，他走了，最后的光灭了，我眼前一黑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再次醒来，冰冷，死寂。我动了一下，我哥微弱的声音传来：“茵茵，茵茵，是我，哥，是我，对不起。”泪如雨下，都怪我，害你也这样。地窖里一丝光线都没有，可我哥的声音里满是心疼。他凑过来，我感受到他身上的绳子。没有，茵茵，都怪哥，我要是再警觉一点就好了。我没想到林家人已经丧心病狂到这个地步了。我抽泣住，我知道这个时候不该质问我哥，可我快要崩溃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村子里的人怎么会成这样？我向村长求助过，可是他根本没认出我，还说要把我说不下去，失声痛哭起来。我哥长叹一口气：“茵茵，这真是哥的错。我们之前光是知道桃花村有这种恶习，所以搬过来了。爷爷说他生此长此，要替父老乡亲们赎罪。当年下海发达之后，就回到村子里搞基建，造福村民，希望能借此教化他们。我也没想到，他们表面像是已经被教化成文明人了，背地里却……”我哥一边说着，也哽咽了。居然让你吃了这么多苦，我也才知道，他们村长也是个人面兽心的混蛋。我滴泪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我哥像小时候那样，用脸蹭了蹭我的头。妹，对不起，我绝望了。哥，其实今天爷爷来过，但是他没深究，直接走了。我们好像完了。我哥的哭腔也愈发厉害。这种处境下，根本没有办法冷静思考自救。对不起，妹，哥和沈家欠你的，只能下辈子再还了。世界沉入冰冷的、绝望的黑暗。哥哥的身体在我身边越来越冷，我的意识也开始涣散。渴、疼、怕，所有的感觉都模糊了，只剩下无边无际的黑暗和死寂。我要死了吗？和哥哥一起，无声无息地烂在这个肮脏的地窖里，而那个恶魔还在上面活着。恨意成了最后支撑我的一口气，吊着我不彻底沉沦。不知又过了多久，几个小时，
还是几天，就在我一时几乎彻底消散，连恨都快要感觉不到的时候，一个声音，极其微弱，却像针一样刺破厚重的黑暗和我的昏沉。沈泽，是幻觉吗？我努力想睁开眼，却连动一下眼皮的力气都没有。那声音又响起了，更近了些，带着一种焦灼的、撕心裂肺的沙哑。我的乖孙，沈泽，你在不在里面？应一声啊！爷爷来了。爷爷，是爷爷的声音，不是幻觉。一股巨大的、无法言喻的酸楚和委屈猛地冲上我的鼻腔和眼眶。我想放声大哭，想大喊我在这里，爷爷，我在这里啊！可干裂的喉咙只能发出极其微弱，如同叹息般的呵呵声，连我自己都几乎听不见。眼泪却先一步汹涌而出，顺着脏鱼的脸颊滑落，上面的声音变得嘈杂起来，有很多脚步声，还有另一种陌生威严的声音。找，仔细找，任何角落都不能放过。一个陌生的、有力的声音喊道：老爷子您别急，肯定在这院子里。砰，哐当，是翻找东西的声音，越来越近，林立的声音也逼近了。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。你们要干石磨？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拼命凝聚起最后一丝力气，用被捆住的双脚极其微弱地蹭了一下地窖壁。咚，一声机不可闻的轻响，但在死寂的地窖里，在我全神贯注的希冀里，这声响动如同惊雷，上面的所有声音瞬间停顿了一下。紧接着，爷爷的声音颤抖着，带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急切，想在离地窖口最近的地方，这里，这下面有声音，这地窖，快打开它，让开！那个威严的声音响起，沉重的木板被猛地撬动的声音，一下，两下，木头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，哐啷，木板被彻底掀飞，强烈的手电筒光如同利剑，瞬间刺破黑暗，直直地照在我和哥哥身上。我被光刺得闭上眼，却又拼命想睁开。逆着光，我看到了爷爷苍老的、布满惊恐和滔天怒意的脸，他几乎要扑下来，被身后的人拦住。而爷爷的身后，是更多穿着深蓝色制服、帽檐带着国徽的身影。是远景，真的是远景。茵茵，爷爷看到我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你怎么会在这？我说不出话，只能努力挣扎一下，回应爷爷，示意我还活着。可旁边的哥哥，因为失血过多，已经彻底昏迷过去了。沈泽，爷爷看到我们的惨状，声音破碎的不成样子，老泪纵横。畜生，林家这群天杀的畜生啊！远景跳下来，把我和我哥弄了上去。爷爷扑过来，颤抖的手想摸我的脸，又不敢碰，只是连声道：没事了，乖孙，没事了，爷爷来了，远景来了。我气若游丝，抓着那个抱我的远景。玄，还有一个女人，我进来的时候看见她被锁在猪圈，你们找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就昏迷了过去。再度睁开眼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医院了。爷爷满脸憔悴，比上次过年时候见面老了不少。我下意识道：这是梦吗？一个铮铮的老被子那儿，瞬间嚎啕大哭。茵茵呐，爷爷对不起你，差点害死你啊！我个识人不清的畜生！畜生！爷爷一边说，抬手就扇起自己耳光。我躺在床上，拼命伸手去拦，心口酸涩，干脆流下眼泪。爷爷，不怪你，我已经从哥哥嘴里捋清了事实。一个人要瞒住爷爷很难，可一个村子都要去瞒，那就轻松了。爷爷老泪纵横。与此同时，远景走进来，
朝着我敬了个礼。吓坏了吧孩子？没事，我们来了。你说的那个女人，我们已经找到了。同村还有26名受拐妇女，审讯罪犯和问询受害人的资讯一致，没有遗留。我激动得说不出多余的话，只能一遍遍地重复谢谢。爷爷几乎要昏过去。怪我啊，都怪我啊！要不是我非要振兴这个村子，他们也没钱。远景叹气，老爷子，是我调查清楚了，这不怪您，您也是受害者。这种事，他们干了3代以上，劣迹斑斑，不是您一人之力能改变的。至少在您手里，把这件事止住了。医生说我和哥哥在地窖里的虚弱，一个是因为低血糖，一个是因为失血过多，没有致命伤，所以很快我和哥哥就出院了。爷爷用最快的速度关停了工厂，搬了家。爷爷告诉我，其实他第一次去林家，就察觉出不对劲了。哥哥那天穿的衬衫是带帽扣子，材料是我爷爷收集，闲来无事打磨的，所以他第一次去林家的时候，一眼就看见了地窖上掉落的扣子。只不过因为当时只有自己，他不敢声张，才假装无事发生的走了。提到这茬，我哥几乎又要落泪。爷爷对我和哥哥的爱，最终救了我们。而我后来听说，林丽和他娘甚至没有等到判决下来，在看守所关押期间，就被愤怒的村民给活活打死了。死状极为凄惨，就连心口都被人活生生的用手撕开了。可这一切已经与我无关，我和爷爷还有哥哥，已经在城市开始了新生活。这些年的努力，爷爷虽然没有苛待员工，但也攒下了丰厚的家底，足够我和哥哥无忧无虑一生了。爷爷告诉我，一次识人不清，不要怕，可如果怕也没关系，他和哥哥会养我一辈子。他不需要我强行走出阴影，他只要我快快乐乐地活着。忽而，那些残留的阴霾散开，我只觉得前途一片明亮。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，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。下一期心灵小书馆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，不见不散呀，亲爱的朋友。